《金庸群侠传》的贺岁宣传片怎么样呢？感觉质量挺一般的呀。制作组后续也发了回应视频，态度看起来十分恳切。不过结合这家公司的公开背景、行业信息以及目前放出的内容，仍然有不少值得理性探讨的点。接下来就和大家客观聊聊。本中涉及的信息均来自网络公开内容，大家也可以自行查阅了解。首先说说这款游戏的制作公司图森未来，这家公司并非是游戏行业原生团队，其前身是主打自动驾驶领域，属于人工智能相关的赛道。后续经历业务调整转上 AIGC 领域之后，最终入局游戏市场。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普遍行业认知的误区。很多人觉得游戏行业门槛较低啊，毕竟市场有 Epic 这样的隐形开发商，时常为厂商提供技术指导。网上也有各类游戏制作相关的课程，看似入门容易，但本质上这只是游戏行业的交流氛围更加开放。实际上，游戏研发的技术壁垒并不低。从自动驾驶到 AIGC 再到如今的游戏领域，图森未来这种紧跟风口的布局方式更偏向于投资思维。结合游戏行业的常规操作来看，图森未来现在的游戏研发团队大概率是从其他项目组调配或者外部引进的，并非是原生培养的游戏研发核心团队。图森未来在研发《金庸群侠传》的过程中，也曾有相关行业风波被曝光。2005年2月，有公开消息称公司曾出现过项目组相关的调整传闻，今是广州部门的负责人与金庸单机项目制作人产生了工作分歧，制作人向总部反馈后引发了内部大调查，竟然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据当时的广州项目组员工爆料，那个时候项目推进本来就不算顺利，团队内部沟通存在一定问题，核心的正式角色建模工作都没有完成。集团年后接受调查时呢，员工当时还在放年假，后续便有了广州公司关停的消息。还有员工表示，此前因为团队管理层的问题，大家的正常工作节奏一直受到影响。原本以为相关人员离开后，项目能够顺利推进，但没想到公司又在上海组建了新的研发团队，广州团队因此受到较大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金庸群侠传》的开发团队是由上海团队整齐到北京进行研发的。在我看来，图森未来的广州部门的员工应该跟领导层出现了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实际上在游戏行业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具体的内容我不了解，那我也不做过多猜测了。当然，后续制作组对游戏宣传片的问题回应中做了明确表示，游戏研发过程中并未使用 AI 相关的内容，只能说作为瞄准 AIGC 风口而成立的公司，玩家对于《金庸群侠传》使用 AI 属于合理质疑。具体的研发技术细节还需要后续官方放出更多信息来佐证。从商业布局和宣发思路来看，图森未来的操作能明显看出市场导向。比如《金庸群侠传》最初的域名后缀为 Online， 可能最初的研发规划并非是单机方向，包括最开始的视频 tag 是端游。现在游戏明确开发方向是类似于 GT5 系列的单机和联网方式，那么回头看，从原来的 Online 转换成目前的纯单机加联网模式也不算丢人。但是游戏研发方为《金庸群侠传》定下的研发目标真的槽点满满。据公开信息，公司负责人曾经表示过，《金庸群侠传》想要打造剧情对标《巫师3》、战斗对标《忍龙》、世界对标《荒野大镖客2》的游戏。客观来说，这样的研发目标定位过高。游戏研发本来是一个耗时耗力的系统工程，想要达成这样的高目标，就要长期的技术积累、成熟的团队配合和持续的内容打磨。业内真正能实现高目标的作品，往往是研发团队前期打磨、少谈口号的结果。这也让不少的玩家对于《金庸群侠传》这款项目的落地性产生了合理的担忧。中外公司和研发背景再客观评价一下此次放出的贺岁宣传片和后面的实际演示内容。首先是宣传片的制作风格，整体的人物亮相方式、分镜设计进行远景的切换，都与《战国无双》的 OP 高度相似，能看出明显的纪念痕迹。宣传片中的人物模型，熟悉金庸作品的观众能够轻松地认出对应角色。不过模型的精细度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没有太多亮眼的表现。有玩家发现，这是宣传片的 BGM 都是魔改的同一个游戏宣传片的 BGM。不知道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用到 AI 呢？我的感觉是，不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后面的实际演示画面、整体的战斗表现和特效制作，放在2026年的游戏市场环境中，只能说是中规中矩。而且视频画面明显采用快放来优化战斗画面的观感。放心，以目前质量，我没有兴趣主帧观看。目前市面上的动作游戏在战斗节奏、招式设计、弹反机制等打磨上都较为成熟。对比之下，这款游戏的战斗画面略显普通。更值得注意的是，制作组在回应中提到，美术团队4月份才正式加入项目组，而该项目的研发早已超过1年了。核心美术团队迟迟未能到位，也能从侧面看出来项目前期的推进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结合老版的《金庸群侠传》的内容，也能对新作品做一些理性推测。老版的《金庸群侠传》作为经典的金庸题材武侠游戏，采用了开放世界的核心玩法，那是1996年。玩家操纵穿越而来的主角，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邂逅各路经典人物，
而这些角色均遵循着原著的世界观和故事线，比如田伯荒、胡斐、张无忌等等角色都保留了原著中的性格和核心剧情走向，角色之间并无强行的剧情关联，全靠主角的探索行为衔接，玩家可根据自己的选择走正义或者邪恶路线，体验不同的江湖际遇。而从新版《金庸群侠传》放出的信息来看，其核心剧情路线尚未明确，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开放世界的核心玩法吧。让玩家在金庸世界中自由探索。客观来说，想要将金庸多部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有机串联，本来就是一大研发难点。毕竟金庸笔下的人物形象都十分立体，故事线也各有独自脉络，强行融合反而会破坏原著的韵味。因此，新版作品大概率会在老版的基础上做画面、战斗系统、美术品质的升级。这也是目前看来比较稳妥的研发思路。小概率情况下会用时间和历史把整个金庸作品串联起来，让玩家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金庸作品的风土人情和武侠风貌。在战斗系统上，我个人希望研发方能够深耕金庸原著中的武功招式，还原招式的套路和精髓，在扎实的战斗设计基础上再适当搭配一些特效，让游戏的武侠氛围更加贴合原著。当然，图三未来也有其自身的优势。据悉，公司目前手握金庸和三体两大顶级 IP， 在公开宣传中也表示研发资金充足，其商业运作模式也较为成熟，比如通过举办行业会议、邀请业内人士站台的方式，为项目积累关注度。但从商业布局来看，确实具备一定的优势。不过回看这两大 IP 过往的游戏化经历，也能带来一些参考。上一个手握天龙、射雕等金庸核心 IP 的游戏公司，虽然抓住了当时的市场机遇，却在后续发展中缺乏创新，长期依靠经典 IP 吃老本；而上一个获得三体 IP 游戏化授权的公司，最终也未能推出成型的作品，让人倍感遗憾。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玩家都希望《金庸群侠传》能够打破这一现状，做出兼具品质和原著韵味的作品。我也会持续关注这款游戏，期待官方能放出更多的实际画面。总的来说，以《金庸群侠传》目前的宣传 PV 来看，目前更适合以理性观望的态度来看待，不必过度期待，也无需一味否定。就算未来虽然有 IP 资金的优势，但游戏研发的核心内容终究是内容本身。想要做出一款优质的金庸题材游戏，还需要研发团队耐心打磨，解决前期暴露的各种问题，拿出真正有诚意、有品质的内容。期待官方后续能放出更多的实际演示画面，让大家更能直观地看到游戏研发的进度和实际品质。毕竟金庸武侠作为经典的文化 IP， 能被用心打磨成优质的游戏作品，也是所有武侠游戏爱好者的共同期待。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后续会持续关注《金庸群侠传》这部作品的最新动态。下期再见。